底水果浸泡工艺的露酒，大家是否喜欢喝呢？俗话说，实践是检测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怀着这个理论，我开启了1年邀请大家品尝反馈的活动。每一批浸泡周期都在3到6个月，所以今年一共做了4批酒，正好1年做个总结。第一批是红枣朗姆泡酒，酒精度30.4，含糖量23.56。送这款酒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红枣的香气，浓郁的枣香绵柔丝滑，酒精度很高，但入口依然舒服自然。有些朋友反映过甜和酒精度略高，所以在做第2批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时候，我适当降低了酒精度和含糖量，分别是22.8度和8.4的含糖量。还有朋友说酒精度高，但说甜的明显少了。送这批酒是因为草莓的果味跟威士忌橡木桶的味道融合得非常好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酒和水果滋味互补的美妙。第3批做红茶荔枝酒的时候，我又降低了酒精度12.9度，含糖量6.3。这款酒主要是红茶滋味弥补了纯荔枝泡酒后口单薄的缺点，也是比较不错的组合。第4批是胭脂梅泡酒，正在检测中。这款酒的特点是梅子的酸爽感有一股一爽到底的穿透力。通过这1年的反馈，我认为浸泡果酒最终酒精度在10到15度，含糖量控制在6、7左右，应该是适合大多朋友的方向。最终下来，微甜的口感，清新的果味，后口酒精微妙的刺激，应该是最好的果酒吧。前段时间共计花了将近3000元，邀请了100名粉丝品尝第1批红枣朗姆泡酒，有35.9%的朋友反馈过甜，所以我决定试验一下用不加糖的方式浸泡，这样的话酒中糖的来源就只有红枣本身了。还有20.3%的朋友反馈酒的刺激口感明显，检测报告显示酒精度为30.4度，所以我用浸泡前降度的方式试验一下降到20度左右的口感。我们品尝对比一下口感，我觉得2款的甜度比以前明显小了，2款的红枣香气降度后的弱了一点，但不明显，而降度后酒的刺激感明显减小了，这应该是大家想要的口感。大家期望的价格中，很多人选择的是50左右，虽然现在的成本还 hold 不住，但距离这个预期价格又接近了一些。既然要出产品，那接下来就得严谨再严谨，对酒精度和含糖量都要做数据化的检测。以往我都是邮寄给检测机构，一个产品下来检测费要花掉大几百。查阅大量资料发现，基础检测并不难，而且我对自己检测和机构检测的结果做了对比，基本上没有差距。要测泡酒的酒精度和糖度，需要把酒精和糖分开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套实验室蒸馏装置，毕竟跟检测费相比，这点付出根本不算什么。取50毫升水，再加50毫升酒，先蒸馏出50毫升蒸馏酒，用它来测酒精度。因为糖不会被蒸发，所以用剩下的50毫升来测含糖量。最终得到2款的含糖量分别是19%和18.6%，酒精度分别是18和32。接下来我打算用降度的配方再泡1批送给大家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泡了1批草莓威士忌要送给大家，所以现在没有空闲的罐子，私房钱也用光了，所以只能等草莓威士忌酒送出去之后省吃俭用攒点钱，然后再泡红枣朗姆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吧。看着蒸馏出来的红枣酒，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口感？评论区有先答对的朋友，下次红枣朗姆酒我会优先赠送。最近是梅子上市的季节，答应大家的青梅酒今天开始制作，等6个月检测合格之后，还事前邀请100位粉丝免费包邮品尝。我生平第一次喝的泡酒就是青梅酒，是一个朋友自己做的，当时口腔瞬间被青梅的酸爽穿透的感觉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前年做了不同品种梅子泡酒的测试，去年做了不同基酒泡酒的测试，综合2年的经验，我感觉二锅头浸泡的最终口感是酸爽度和穿透力最舒服的，所以这次就用这个组合。我做研究和实验比较在行，生产和销售经验不足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，我这种先邀请粉丝品尝，再根据反馈调整，直到大家满意后再考虑生产销售的模式，大家觉得如何？有什么建议，欢迎随时跟我沟通。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全部送出，第4批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今天开始制作。单独泡荔枝最早有尝试过，虽然不难喝，但味道有点单薄。去年尝试红茶荔枝的组合，口感立马饱和了起来。红茶不能浸泡时间太长，否则会出现令人不悦的杂味。用冷萃一版的方式，可以刚好泡出茶香和甜香。因为是邀请粉丝品尝的，所以我做了适当的降度，并减少了黄冰糖的用量。泡荔枝酒前几天会出现浑浊的现象，是正常的。大概10多天之后，酒体就会慢慢的清澈。好了，等2、3个月后送去之前，合格后再陆续邀请大家免费品尝。前几天在北京喝了杯浓丝柠檬特调，咖啡与啤酒的融合，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剩下多半杯带回工作室，准备复刻它。我们先来解决配料，用到的有冰块、柠檬、咖啡、气泡水和乌苏白啤，这些咱们都有。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比例。我计划先根据酒精度测算出啤酒用量，用蒸馏法测试了一下，显示0.5度左右。420毫升的成品杯，420乘以0.005除以0.045等于47克。
所以啤酒用量是47克，其他的就好办了。先来大约50克左右的冰块，再倒入大约290克的气泡水，咖啡一杯大约是30毫升，啤酒47毫升，最后加入2片柠檬，大功告成。品尝一下口感，也就1-2分像吧。2大问题：一、重度烘焙的豆子工艺像是主调，不行。解决方法是用中度烘焙的好豆子，而且冷萃工艺，虽然费时费料，但能更好的萃取出花香和果香。2、原版中浓缩柠檬的浓郁感里多了一丝清甜，用到的不是黄柠，应该是更贵的香水柠檬。再试一次。成品杯加入冰块，倒入气泡水，冷萃的咖啡，再倒入这款精选阿克苏小麦酿造的乌苏白啤，麦香浓郁，爽劲十足。原版里啤气是主要特点，也就是加入乌苏的原因，有点意思。最后加入2片香水柠檬，品尝一下口感，7-8分像了吧？美中不足是咖啡的醇厚感，因为他们在豆子的选择上肯定要比我丰富和考究很多。目前店面还有浓缩柠檬白啤拿铁，口感更加富裕醇厚。据说这次乌苏啤酒和拉瓦萨联名都是限时限量联名款，所以附近有拉瓦萨咖啡的朋友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啦。今年将开启很长一段时间的送酒活动，第一期视频是在2023年春节当天发的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收到了8000多份报名表，而且还在增加。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报名，因为在年前我做好了第一批检测合格的泡酒，是100份50毫升的红枣朗姆酒。发视频前我还在担心，万一没人报名，这都够我喝半年了。没想到大家的喜爱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喜爱与支持。还有几处没想到，第一，没想到在家调酒的人竟占到60%，爱喝鸡尾酒的人逐渐增多。可我没有想到，竟有这么多人愿意自己在家调酒喝。第二，没想到很多热心朋友的帮忙，因为视频是过年期间发布的，一时咨询量很大，群里有几个热心的朋友，在我没能及时回复的时候，帮忙给大家回复链接，让我瞬间感觉群的温暖。借此视频也向你们表达感激之情，我也会私信你们，第一时间赠送你们想要品鉴的水果泡酒。第三，没想到最受欢迎的第2名，受欢迎度最高的是草莓威士忌泡酒，这点我有想到。可排第2的是红茶荔枝泡酒，是我没想到的。上次做的红茶荔枝泡酒，虽然用的红茶不是很好，却让我感受到茶加水果加酒的无限可能。接下来我要做大量的茶叶口感的测试，我们一起期待。最后公布一下，第一批准备赠送的是红枣朗姆泡酒，报名表中选的这一项的有200多人，我将筛选出100人，然后逐个联系来确认。这次没有收到通知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的送酒活动不止这一次，我会在每种时令水果上市的阶段，逐个把大家喜欢的酒都做一遍。比如说，如果下一次做的是草莓威士忌泡酒，那我还会从这几千份名单中找出选择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朋友来赠送。所以从理论上来说，第一批报名的8000多人，在今后的时间里，基本都会收到一瓶你想品尝的某一款泡酒。这几天我在等包材和邮寄箱，打包就绪后，我就会邮寄出第一批泡酒，敬请期待吧。